Trump or Kamala Harris? I guess this year I'm not sure. 我的男友是一生的民主党人，而我支持川普。你认为这会造成我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吗？那么在这期视频里，我会探讨我们之间的政治差异，我们各自立场背后的原因，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些差异中找到共同点。那我先说说我的男友。我的男友呢，他对现在加州的这个非常多的 homeless people 无家可归者呀，具有很强的同理心。他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大，然后呢，他甚至会觉得共产主义呢会让这个情况变得更好，就是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公平。他呢，当然了，他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美国人，从小一直生活在这个民主社会的温室里，从来没有体会过集权啊、专政。除此以外呢，强烈支持民主党的还有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民主党对推广同性婚姻、同性权益上呢做了很大的一些贡献。当年他是见证了在民主党的这种推波助澜下，美国的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然后呢，他也和他的前夫结了婚。但是呢，今年他有一点犹豫，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男友他是以色列出生的，他在他10岁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那么大家都知道，去年10月7号的时候，哈马斯对以色列展开了这种恐怖袭击。那场袭击以后呢，很多激进的一些左派的一些组织团体啊人也好，他们并没有去谴责哈马斯的所作所为，反而去强烈的谴责以色列，甚至呢你会感受到一种反犹太主义的这种情绪，这让我男朋友变得非常的惶恐不安。他认为民主党有点放任这些左派的这些激进分子，让他们胡作非为。I don't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m not happy about with Democrats. 那么说到我是作为一名穆斯林的同志，我为什么支持川普和共和党的理念呢？这也是我男朋友经常感到不解的。他总是从3个方面企图去挽救我，企图去改变我的政治理念。他经常会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You're Muslim and Republicans too, especially, well, at least Trump was not pro-Muslim. 川普在执政的时候对一些穆斯林国家实施了禁令，禁止他们进入美国。他就会说，你作为穆斯林，你不会感觉到被冒犯吗？并不会啊，我是一个穆斯林，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要认同所有穆斯林人说的话和所有穆斯林人做的事。当穆斯林中有恐怖主义的倾向，当穆斯林中有错误的一些举动言行，我当然是全力反对的。那川普的这个禁令呢，反倒让我觉得拍手称好，因为我当然希望恐怖主义的这种可能的行径不要在任何地方发生。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不是。虽然我也是一个穆斯林，但是我认为很多就是在极端穆斯林氛围中受熏陶的人，他们很难融入到西方社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就是真主至上，跟西方国家的这种民主理念呢，可能有的时候是很难融合的。那我就有时候就会提出问题 ，OK， 穆斯林世界也有一些很富有的国家，比如说土耳其，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就不能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领导者去接收其他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宗教、同样的文化背景，很容易能融入呀。如果大家愿意跟我探讨，可以在下面的评论中发表你的观点。我男朋友经常会用第二个点想要去挽救我，就是他经常会说 You know, you're pro-Republicans, and historically Republicans have not been pro-gay people. So I'm not sure about that.
那我的想法是的，共和党中确实也有一些极右分子，这些极端的宗教分子，但是我觉得现今的共和党和以往的共和党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从今年的 RNC，你可以看出来，共和党现在是非常的多样性，无论是种族也好，还是对其他性少数群体的这种接纳度，你都能看到。都能在 RNC 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在台上发表演说去支持川普。我觉得共和党现在并不是右派的代表，是因为民主党左倾的太严重，他把这个钟摆摆得太左，他把共和党呢已经拉得往中间靠了。所以我觉得共和党的很多一些理念是非常的尊崇普世道德，就是让我有一种 make sense 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我支持他们的原因。第三个，我男朋友经常会用来告诉我，就是说 He's also not pro-immigrants, and you're trying to get H-1B, you're applying for asylum. It seems like they would make it harder for you. OK， 我承认川普执政的话，确实会对移民的文件要求会更严格，可能会让移民的这个速度进程也会慢下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在申请我的移民，但这并不影响我，妨碍我现在的生活和工作，而且我并没有去欺骗，我并没有去隐瞒什么，所有在移民中需要的文件证明我都是可以提供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担心和害怕呢？我反倒是认为，如果是能择优录取，而且在移民的设置中让他能过滤掉一些不适合美国的移民，那我觉得这样对美国的未来不是更好吗？而且这样我也能很放心的把我自己的未来和我孩子的未来交付在这个国家，这是我的想法。当然，我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和片面之词。如果你有不认同的，或者让你觉得有不舒服的，欢迎指正，我们可以去探讨。我们有不同的观点，那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那并不代表我讨厌你，或者你讨厌我。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这也是我跟我男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努力在做的一个事儿。当然了，我不会因为我的男友是民主党人而不爱他，他呢也不会因为我的政治立场而讨厌我。All right, I still love you, my little Republican. 谢谢大家能够听完我的故事和看法。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欢迎订阅、点赞、收藏，并且呢打开你的通知铃铛。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面分享更多我在美国的故事，我和我男友的故事，包括我的以往的人生经历。大家加油！